传递医学资讯，共享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我是丁医生，从事肿瘤临床工作20余年，同时也是美国认证的营养健康咨询师。你是不是经常听人说要少吃盐，血压才不会升高？确实，盐当中的钠会让我们身体储水，加重心脏和血管的负担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真正影响血压的并不只是盐这么简单，像情绪生活方式甚至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小细节、小习惯都会在悄悄拉高你的血压。虽然偶尔的血压小波动问题不大，但是呢，如果一直处于高血压的状态，就有可能对心脑血管造成严重的伤害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盘点那些你可能没有注意过的这些隐形升压源，也就是在悄悄地升高你的血压的一些小行为、小细节。第一，添加过多的糖。控制血压，你以为控制盐就够了，其实添加糖才是隐藏更深的一个杀手。尤其是像高果糖、玉米糖浆这一类加工糖，一大瓶大约700毫升的含糖饮料就能让你的收缩压飙升15个点，舒张压升高9个点。听到这个，你是不是吓了一跳？第二，孤独感。不是说朋友多就不孤独，关键你是否觉得和这些朋友有相互连接的关系？如果你长期感到孤单，感到被忽视，那么4年下来，你的血压平均就会升高14个点。研究发现，是那种内心担心被拒绝，非常的警觉不安的这种状态，在默默地改变你的身体，升高你的血压。第三，睡眠呼吸暂停。这种常常被忽视的睡眠障碍，会反复的在你的睡眠当中中断呼吸，让神经系统释放升压物质。不仅如此，睡眠呼吸暂停引发的缺氧也会伤害血管的内壁，影响血压的调节，那久而久之，问题就会越来越大。第4点呢，就是钾的摄入量不足。为了控制血压，我们都知道要少钠、少盐，但是呢，钾同样重要。因为钾能够帮助肾脏维持体液的平衡。如果像蔬菜、豆类、低脂乳品或者鱼类吃得少，血压呢也有可能居高不下。除了香蕉，其实像菠菜、西兰花这些也是对控制血压更好的选择。第5，疼痛。别小看一些突如其来的疼痛，会让我们的神经系统瞬间的紧张，血压立刻就上升。比如你把手泡进冰水，比如你按压你的指甲，突然按压你的脸颊，或者呢一小段的电击，血压都会明显的变化。第6，草本补充剂。你是不是在吃像银杏、人参、麻黄、苦橙这些草药制剂呢？这些常见的草药也有可能升高血压，甚至会影响你正在服用的一些降压药的效果。所以如果你要服用中草药，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面进行使用。第7，有可能是甲状腺问题。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时候，心跳会变慢，血管会变硬，还会让体内的坏胆固醇升高。血管一硬，血流的速度就会变快，压力自然就大。那反过来，如果说有甲亢，也就是甲状腺素过高，那则会让心脏跳得更快更有力，也会让血压升高。第8，憋尿。有研究发现，中年女性如果憋尿3个小时以上，收缩压平均会升高4个点，舒张压会升高3个点。对于男性朋友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在量血压之前，先去上一趟厕所，可能会对接下来测出的血压值是有帮助的，别小看这一步。第9点，止痛药。像阿司匹林、布洛芬这些常见的非甾体类抗炎药，无论你本身的血压是不是正常的，这些药都有可能让血压上升几个点，甚至10几个点。
而且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，有些人升压特别明显，所以呢要谨慎的使用。第10点，医院白大褂效应。每次在医院量血压量出来，是不是总是比在家里高呢？没错，这个就叫做白大褂效应。仅仅因为你人在医院面对医生，这种焦虑就让你的收缩压会高出10个点，舒张压高出5个点。所以对这一类有白大褂效应的病人，建议平时在家里定期的进行血压的监测，能够更加接近真实的情况。第11点，鼻塞用药。像伪麻黄碱、苯肾上腺素这一类缓解鼻塞成分的药物，会让血管收缩，血液呢就像被挤进了狭窄的通道，压力当然就上来了。而且呢，它们还有可能削弱降压药的效果。所以在买感冒药之前，买缓解鼻塞的药品之前，最好呢先请教医生或者请教药师。第12点，脱水。身体缺水的时候，大脑会通知我们的脑部的垂体释放一种激素，让血管收缩，肾脏呢也会减少排尿，帮你进行省水的这个步骤。结果就是血管紧绷，心脑微血管被压迫，血压就开始上升。因此呢，我们还是要注意，不要让自己处于脱水的状态。第13点，激素避孕药。不管是口服的、注射的，还是埋植的避孕方式，其中的雌激素会让血管收缩，进而升高血压。特别是35岁以上、体重偏高或者是抽烟的女性，风险就更高了。建议呢，每半年到1年去监测一次血压，必要的时候呢，选用低剂量雌激素的避孕方案。第14点，说话。没想到吧，说话竟然也会让血压升高。无论是男女老少，在家里或者在外面，只要一开口说话，尤其是情绪激动或者话题敏感的时候，血压就会上升几分钟。所以以后在体检量血压的时候，尽量不要边聊天边测血压。第15点，抗抑郁药。某一些调节多巴胺、去甲肾上腺素或者血清素的抗抑郁药，比如说像文拉法辛、三环类、MAO 抑制剂，甚至是常见的百忧解，都有可能影响血压，尤其是和里剂或者和其他的药物一起用的时候，会影响血压。那到这里呢，15种会悄悄升高血压的小细节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总结一下，能够升高血压的幕后黑手确实真的不少，从饮食、情绪、药物、生活习惯到生理状态，很多我们日常忽视的行为，其实都有可能在悄悄地拉高血压，所以一定要注意。我是丁医生，20多年肿瘤临床经验，美国认证营养健康咨询师。如果您觉得这2期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，并且呢订阅关注我们的医生频道。也欢迎您在留言区写下您最关心的健康问题，说不定下一次的主题就是您所关心的。好，咱们下期再见。